中国1000米级航天器开展预研，美国太空军张榜招兵。未来中美两国在太空的存在，是不是真的要玩激光炮和大剪刀？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美国太空作战部队的约翰·雷蒙德将军呢，那是昨天公布了太空部队的一个招聘广告。目的呢是帮助美国最新的一个军事部门，就是太空军这个部门呢，要配备一些技术娴熟的新的人才。这个广告主题是太空意味着艰难，突出了太空运作呀，还有系统的复杂性啊，包括美国的卫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网络干扰攻击、轨道碎片等等安全威胁。他说呢，中国、俄罗斯正在部署一些能够致盲或者破坏美国卫星的电子干扰器，以及是地基的激光武器。然后中国和俄罗斯呢都有能够摧毁轨道上卫星的地基导弹。俄罗斯呢也发射了一个卫星，这个卫星像套娃一样，它打开之后可以发射个小卫星，然后还可以发射弹丸。反正呢就是根据这个雷蒙德将军的描述啊，中俄双方呢在这个卫星战包括太空战领域呢走到前面去了。这两天，中国又公布了一个1000米级航天器的重大科研项目指南。估计雷蒙德将军要是早2天知道这个事儿的话，估计还得接着说中国打算造歼星舰了。反正根据卢卡斯那位导演的说法呢，咱们要是造一个1000米级的这个太空船的话，怎么也得是胜利级或者猎兵级啊。如果对照现在比较火的那个星战前夜的游戏啊，这个尺寸的那个太空战舰就更多了。当然，你可以把这个招兵广告呢当成是美国太空军版本的好莱坞灾难片就行，包括以前那个007系列电影嘛，反正英国人、美国人眼里边，中国、俄罗斯太空战舰就是带着激光炮、挥舞着机械臂、端着大剪刀的，遇到美国卫星就一刀咔嚓剪掉的那种。灾难片里边呢，必然有英雄啊，所以呢，就是美国这个招兵片，就是告诉看广告的年轻人，你们加入美国太空部队，现在是新兵，将来是英雄，能够成为保卫帝国的突击队。他原话呢不是这么说的，反正呢就这个意思。总之，太空竞争走向军事化，这是美国从冷战时期就玩的把戏。当时呢靠这个把戏逼着苏联也入局，然后经济上把苏联也累得够呛。双方呢都是拼命在这个领域搞投入嘛，最后是前苏联玩不下去了。美国最近几年呢又重新开始重视了太空军事化问题，一方面也是看到中国的太空力量发展很迅速，让中国获得了更多的卫星，也就有了更多的战场感知能力。你看过去美国大兵手里边可以捏这个 GPS 导航仪走遍天下不迷路啊，91年的时候，那会儿我们有什么呀？看着多羡慕啊！现在北斗上天了，我们随便拿个手机能够接收北斗信号，就可以把导航做得跟美国一样好。反正呢，中美这方面之间的区别啊是逐渐减小了。而且呢，这个办法对付当年苏联可以，对付中国还不行。当年苏联这方面的投入呢，很少能够转化到民用领域，产生不了国民经济的回报。而美国很多军事科研成果，最后是转化成民用的通用型成果了，能够赚钱、能够生财的。比如说互联网就是典型的军转民。为什么说这个方法对中国不好使呢？就是因为中国搞这么多航天科研项目，直接考虑的就不是军事竞争，是以太空为基地搞科研，能够产生更多的效益。比如说这次规划的1000米级航天器，那么大东西干嘛用的呀？探索宇宙的。这个玩意儿没法当战舰使，这么大一个玩意儿暴露在轨道上，地面上看得清清楚楚，其实非常脆弱，不可能有什么军事价值。我们搞这个玩意儿就不是为了军事用途，就是为了将来我们的科研成果转化成通用成果，发展经济、发展科技，造福全人类。因为我们这个航天器建好之后，肯定也会容纳更多国家来一起进行各种航天研究，会把更多的国家的利益联合在一起，最后形成的是全人类利益。就算包括这个雷蒙德将军自己也谈到了，中美两国在火星探索方面的成绩也是全人类成绩嘛。原则上，我们是非常不希望人类的战争发展到太空。当然了，有一天如果我们需要保卫地球，那另说。现在呢，美国在这个领域有些技术呢，我们也具备了。拦截和摧毁高轨道卫星的实验，我们也不是没有让美国人旁观过。所以呢，美国人如果非要玩太空军事化，那我们也可以跟。短期内也许我们技术上跟美国有差距，但是这种竞争如果不能避免的话，中国肯定会比前苏联更善于应付。好，关于中美的太空计划会不会走向军事对抗，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